Postgres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系统，你没听错，不只是最安全的数据库系统，是最安全的系统，没有之一。简单总结就是，它有着一套360度全环绕的安全机制，可以做到彻底无死角，把安全落实到每一行、每一列，乃至到每一个单元格里。不过，在深入探讨它的各种安全功能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得先聊聊，那就是计算机行业里对于数据库安全的重视程度的严重缺失。著名程序员 Atomic Energy 说过，系统安全的本质就是数据读写的安全。因为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安全事故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各种机密信息的泄露，这些事故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养活了半个暗网。第二种就是系统遭遇到不可逆的破坏，其他程序被破坏了还可以重启，而数据库作为系统里面的 single point of truth，数据被修改或者是删除了就无法挽回了。一个经典案例就是2017年的 GitLab 事故，在一连串的教科书式、搞笑程度不亚于去年那几次大型互联网瘫痪事故的究极草台班子操作之后，GitLab 的程序员删掉了托管在自己家 Postgres 里的300GB 的用户数据，而且无法恢复。而最后一种安全事故就是系统受到干预而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了，比如勒索木马和 DDoS 袭击。但这种更多的是网络架构问题。可以看到这里有2/3都是跟数据读写相关的，所以本质上就是谁可以读取或者写入什么数据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身份验证和权限管理的问题。然而在业界却有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身份和权限越在外层就是越严防死守，而越进入到数据库层面反而就变得很随便了。比如在前端，我们就见识了浏览器这几十年的发展，从一个四处漏风的骰子进化成现在固若金汤的沙盒。而在前后端的通讯上，我们也见证了几代 SSL 和 TLS 协议的升级，也经历了 HTTPS 从小众变成默认的变迁。后端的安全架构那更是百花齐放了，就说以前随便暴露 IP、暴露 SSH 端口的事情，现在基本上也不怎么发生了。然而，当数据流到终点，到达数据库的时候，画风忽然就变潦草了。比如我见过很多大型的项目，都是直接在后端用 admin 账号直连数据库，几乎什么防御都没有。如果硬说要有，那就是用一些加密手段把 admin 账号和密码传入到后端的代码里。我也理解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可以减少数据库账号的数量，容易管理；二就是应用层的代码写起来就比较简单，还有在性能上也有优势，这个后面会聊到。但我认为很多人这样做，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一个侥幸心理。很多人会觉得后端是部署在自己家里的，家里已经做好了安全防范了，那后端连数据库就相当于客厅连卧室，就不用搞那么复杂了吧？这种侥幸心理的结果就是让闯进家里的人，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都直接手握了 admin 账号这个核弹，毁天灭地就是一念之间。我之所以想要唤起大家对数据库安全的重视，正是因为只有数据库可以救自己。著名程序员 Atomic Energy 说过，安全是有覆盖范围的，超出了范围一律要默认成为不安全。我们就拿身份这个数据来说，从浏览器沙盒里出来，中间有 HTTPS 加密，来到后端了，我们还要重新验证这个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每次转手都脱离了前者的安全框架的覆盖范围，那对于后者来说，数据到手的时候就是不可信的了。同理，当数据库接收到某个外部请求的时候，甭管它是来自于哪里，只要是在数据库安全范围之外，我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对他们做全方位的身份和权限的验证。这个操作本质上和其他应用层没有多大区别。就拿我们的主角 Postgres 来说，它的安全机制是围绕着 role 角色这个概念来设计的。不管是要打造沙盒环境，还是要做身份和权限的认证，我们都得基于自己创建的这个角色。现在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数据库的登录账号，至于具体怎么设计它，我们后面会再说。现在我们就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查询语句来了解 Postgres 的安全机制。比如这里我要寻找的是主名是哔哩哔哩的用户的 ID 和名字。这个语句在执行的时候，从先到后会有一连串的权限检查，就是 table、column 最后到 row。和 MySQL 这种残次品不同的是 ，Postgres 是一个正常的数据库，所以它有 database、schema 和 table 的3层结构。我们都知道，一个 transaction 是不可以跨 database 执行的，但是你可以在同一个 database 里面跨 schema 去查询不同的 table，schema 之间是没有隔离的。那除了帮强迫症去整理归类各种 table，达成一种 namespace 的效果之外，schema 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吗？那当然是有的，因为在 Postgres 里面有一个叫做 search path 的功能，它可以给不同的角色制定不同 schema 的可见度。比如，你可以让不同部门的系统只能够看到自己部门的 schema，然后给一些跨部门运行的系统看到好几个部门的 schema。
如果你的系统架构没有那么复杂，也可以像我这样，就只定义3个简单的 schema， 那些用户可以直接查询到的 table 都放到 public schema 里，而储存的账号、密码、session 之类的机密信息的 table 则放到 private schema 里。用户角色的 search path 里面没有 private schema， 就没有办法查询到这些 table， 只能够通过固定的 trigger 或者 function 间接获取，我们就可以控制用户对于机密信息的获取能力。而那些和用户完全无关的 table， 比如说在后台自动运行的异步服务，就可以放到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看到的 worker schema 里，确保不会受到人工 query 的干预或者副作用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基本上就是把 schema 当作是沙盒来用了，把不同安全等级的 table 互相隔离开来。这个就是 Postgres 提供的第一层防御机制。那么 schema 权限通过后，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个 table 里。但 Postgres 的 table 不像一个 Excel 表那样一打开就可以一览无遗。在默认状态下，一个角色是没有权限读写任何的 column 的，你得手动授予权限，而且 CRUD 是要分开授权的。比如在这个查询里，我们要找用户的 ID 和名字，那就得用 grant 命令给发起查询的这个角色授予 ID 和命令这2个 column 的 select 权限。当然我也见过不少人偷懒，直接把所有 table 的所有 column 的所有 CRUD 权限都一次性的授予了所有的新建的角色。这样做确实省事很多，但如果你的目的是省事的话，我建议直接 drop table， 一步到位。所以在 column 层面，我的推荐就是只给用户最低程度的使用权限。比如这个用户的会员等级，用户自己肯定是只能看不能改的，那我们就只给他 select 的权限。又比如我们同步了用户的微信账号，拿到了捆绑的微信 OpenID、UnionID 这些参数，这些东西虽然是属于用户的，但他自己用不上，只有后台程序调用 API 的时候需要，那么我们就连他们的 select 权限都不应该给这个用户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得到重视的。前些天我看到一个安全机构的研究报告，说是有 96% 的企业权限设置是空置的，也就是说这个权限被创建了，但是一直没有人用，也没有被关掉。报告指出，当 AI 开始接管操作的时候，这些可以被任意使用的权限范围将会是超大的安全隐患。别的不说，我已经能够想象出这个画面了。所以在授权问题上，我建议大家遵循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原则，就能避免不经意间把不必要的权限泄露出去。column 层面的权限验证通过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最后的 row 层面，这里也是 Postgres 最无敌的地方，因为它有一套独一无二的图灵完备的动态规则系统 Row Level Security RLS。 前面介绍的 Search Path 和 Grant 都是静态的匹配逻辑，你执行一行命令就可以把一个 schema 或者 column 的权限授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能一直拥有这个权限，直到你再执行一个命令剥夺它。而 RLS 是完全动态的，它会在每一个 transaction 发起的时候实时的验证一个角色的 CRUD 权限。比如这里有一个订单 table， 我们想要让买家只能够读写自己的订单，店家更是只能读不能写，我们就可以在用户发起请求时，通过 Postgres 的运行时参数功能 PG Settings 把用户的 ID 注入到 transaction 里面，然后在这个查询到达 iOS 验证时，把用户 ID 取出来，直接对比当前这个 row 的买家和店家 ID， 在 update 权限的 policy 里面就检查它是不是买家，在 select 权限的 policy 里面就检查它是不是买家或者店家。这样就算你是玉皇大帝，来到这最后一步，你的 ID 对应不上这一个 row 的买家或者店家 ID， 你也没有权限读取这个 row 的数据。所以 iOS 就是整个 Postgres 安全机制的最后一道锁，也是最强大的。因为 iOS 执行的验证逻辑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SQL 语句或者 function， 而在 function 里你也可以实时调用任何数据用来配合验证。比如说我们要追加一个权限，允许这个店铺的员工读取本店的所有订单，那么在 iOS 验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查询储存员工数据的 table， 获取这个用户正在任职的店铺 ID， 再回来订单 table 去匹配这个订单的店铺 ID。 而正因为这个验证是实时的，在员工被解雇时，员工信息的 table 更新的那一瞬间，它就失去了所有订单的读取权限，完全的零延迟。而如果你没有性能上的担忧，没有 TPS 的瓶颈，那你还可以再极端一点，比如把所有系统层面和业务层面的验证逻辑全部都塞进到一个 function 里，给 iOS 做实时的验证。这也是我2年前发布的第14期视频里面分享的做法，当时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现在看来还是因为当时说的不够深入，没有能够让大家爱上 Postgres， 都是我的错。看到这里，你应该就能够体会到 Postgres 整一个层层叠加的安全体系了。不只是360度全覆盖，而且在使用上也有很大的灵活度。比如你想搞出最极端的做法，就可以回到最顶层的角色 row， 可以给每一个用户都创建一个单独的角色，
这样每个用户都能够从 schema 层面就开始单独的分配权限。当然，我不是建议这么做，因为数据库有很多性能节点是跟角色挂钩的，比如 connection pool 里面的 connection 只能在同一个角色之间重用。你有很多个角色的话，每个角色都要经历冷启动，还得抛弃不少只能够在角色之间共用的缓存。这几乎能够把上一期通过调参优化挤出来的性能提升全部都吸回去。这也是视频开头说到的，很多项目喜欢一个 admin 角色用到底的最后一个原因，可以避免角色切换导致的性能损失。但作为一个很喜欢折中的中国人，我的建议是既不要给每个用户都创建角色，也不要只用一个 admin，而是找一个兼顾安全和性能的平衡点。比如我就设计了一个三权分立的角色结构，第一个 connector 只给了发起数据库连接的权限，后端程序用这个角色连上了 connection pool， 就可以避免稀释连接时或者切换角色的冷启动。当用户发起具体的查询请求时，就像前面提到的，后端会把用户 ID 注入到运行参数里，同时通过 set role 切换到第二个角色 visitor， 这个角色就是数据库里面所有的 search path、grant 和 iOS 设置里面所面对的那个角色。这样子，后端程序就只使用第一个角色，而数据库的所有的验证功能都只和第二个角色打交道，两边就可以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最后一个角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admin 了，但它只负责在初始阶段创建一切，不在日常的运行中使用。总的来说，这个设计可以很大程度上把不同的权限范围隔离开，避免不必要的角色权限被滥用或者被泄露，同时避免了角色切换对性能的破坏。当然，大家如果有更好的设计方案，请在评论区里分享一下，让我也学习学习。如果你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话，你就远远低估了 Postgres 的强大。上面分享的这些，我个人认为只能够算是个入门级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跳过了更大范围的安全管理流程。比如在前期的防御上，可以通过底层操作系统进行基于主机的身份验证 PG-HBA， 又比如在后期的审计上，通过强大的 PG audit 和 login 机制，还原几乎所有发生过的数据库操作的细节。这些严格上来说确实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决定最后都是落在了安全 versus 性能的问题上。毫无疑问的是，这两者天生就是矛盾的，越需要安全，就是越需要多操作，就必然会影响到性能，反之亦然。而在业界，很多项目最后的决定都是安全给性能让步。我觉得根本原因是性能更容易制定指标，因为性能是一个可以波动的数字，可以被一点点提升，不管是10%还是20%，它能够一直成为项目组的任务，可以说是大家的铁饭碗，一个可以下金蛋的鹅。但反过来，安全是大家最讨厌的指标，因为无事发生是应该的，没有奖励，一出事就会鸡飞狗走不得安宁。但换个角度考虑，我认为性能反而应该让步于安全，因为性能可以在别处补回来，比如硬件的升级和扩容，上一期提到的系统参数的优化，以及下一期会讲到的活在内存里面的高速缓存。但安全不行，安全是非黑即白的，只有0和1两个结果，就算你前面做的再好，最后一步出问题了，串起来结果就是0。不管是110%还是120%，乘以0的结果都是0，那一切都会归于虚无，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是不是？